女人一脸死寂地掏出老虎钳，硬生生地从她洁白无瑕的手臂上剪下了一块肉。尽管鲜血直流，但在女人的神情中竟露出了一丝隐约的释怀。加入王室后，女人失去了她的所有快乐，叛逆行为成了她无声的反抗。1981年，年仅20岁的戴安娜与查尔斯王子定下婚约。7月29日，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场童话婚礼吸引了全国10亿观众的目光。戴安娜成为了30年来首位嫁给王位继承人的女性。政治花季的她和普通女孩一样，向往着爱情，憧憬着与查尔斯王子以后的生活就如童话故事那般美好。可实际上，婚后的生活打破了她的所有幻想。原本的戴安娜过着简单而自在的生活，但嫁入王室后，她的自由仿佛变成了一种奢侈。每天被狗仔队跟踪，无数个摄像机监控，她的生活没有一点隐私，全透明的向世界公开。她的一言一行变得更加拘谨小心。而在生活中，她很快便意识到了，想要婚姻和谐，她就必须在各个方面无条件迁就查尔斯。适应新角色的压力全部落在了戴安娜一人身上。查尔斯也并未因婚姻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也正因为二人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二人之间逐渐出现了隔阂。更让戴安娜无法接受的是，查尔斯与前女友卡米拉一直保持联系。新婚后的戴安娜陷入了严重的焦虑和巨大的压力之中，导致她患上了精神性暴食症，常常以泪洗面，身体日渐消瘦，腰围从29英寸减至23英寸。戴安娜怀孕期间，她与查尔斯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但查尔斯一直期望生个女儿。当戴安娜生下哈利王子后，查尔斯轻描地说了句“哦，又是个男孩”，便转身去打马球。戴安娜对此深感失望，这也成为了他们婚姻破裂的前兆。戴安娜曾试图挽回婚姻，先是找到卡米拉，希望她离开查尔斯，但未能如愿。随后她直接质问卡尔斯，得到的却是卡尔斯冠冕堂皇的回应：我不想做一个没有情妇的威尔士亲王。因为患有严重的产后抑郁和暴食症，私生活又被过度曝光，心理状态一直不佳。而查尔斯在婚姻中的种种行为，让这段婚姻愈发的摇摇欲坠。时间很快来到1991年圣诞期间，这短短3天时光，演绎了一位深陷王室泥沼的女性如何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奋力追逐自由的曲折经历。而3天后，戴安娜就可以彻底离开这个把她置于地狱的男人。可这3天却把戴安娜折磨得痛不欲生。英国王室成员纷纷奔赴诺福克郡那宏伟庄严的桑德林汉姆庄园，准备一同度过1年1度的圣诞节。庄园外，军队的车辆满载着物资缓缓驶入，车轮滚滚扬起尘埃，路边一只早已没了生气的野鸡沉横在地，一辆辆军车无情地从他身上碾过。那凄惨的场景仿佛是一个不吉利的预言，给整个画面都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这时，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轿车的主人正是戴安娜王妃。她透过车窗窥视着王室威严的庄园，眉头不经意地皱起，因为这座庄园对她而言就仿佛一座无形的牢笼，这里的每一条规矩都如同冰冷的铁链，紧紧地捆绑着她的自由。圣诞晚宴前有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环节，每个人都要坐在秤上记录下自己的体重。在王室成员的观念里，体重增长了多少似乎成了衡量这个圣诞节过得是否开心的唯一标准，而理想的增重量是那精确到几乎荒谬的3磅。但戴安娜却坚决拒绝，这时的她已经患上了厌食症，可即使这样，管家也不打算给予她宽容。 Her Majesty herself just a second ago said on these scales that she was very insistent that everyone joins in. 如果坚决不称重，就会被所有人认为是藐视传统。面对管家强硬的态度，戴安娜只能妥协。刚称完重后，戴安娜便急速地跑去厕所催吐。她不断地安慰自己，只要再撑3天，就可以永远地离开这里了。王室的规矩严苛，就连房间里的温度都被严格地规定好。即使身上传来阵阵寒意，她也只能无奈地往身上多加几件衣服。身为王妃，她的穿戴要求堪称苛刻到极致，每一场合都必须佩戴相应的衣服，的选择更是不能有丝毫差错，否则就会被视为对王室尊严的冒犯。这些本来供人享受的东西都变成了裹挟戴安娜的枷锁。今天的晚宴，服装师为她准备了绿色礼裙，但戴安娜却觉得黑色更符合她现在的心情。可显而易见，穿什么衣服并不是戴安娜可以决定的。在服装师的劝说下，她最终换上了那套绿色礼裙。 You'll be in the world in some pub, laughing, and I will be in a field full of fucking landmines. So stand very still and smile a lot. 在宴会上，王室中的仆人、军官们
个个如同忠诚的卫士，时刻紧盯着戴安娜王妃的一举一动。虽然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但那副英式狼顾便足以让戴安娜窒息。她稍有想要离开这压抑氛围的举动，便会被守卫无情地阻拦。此刻，戴安娜脖子上那条代表华贵的珍珠锁链也变得愈发沉重，戴安娜的情绪也接近崩溃。这样压抑的氛围让戴安娜无法平静。珍珠毁掉了精致的晚餐，她拿起汤勺，狠狠地舀起那些珍珠，放入口中，用力搅碎。她要用这种疯狂的行为宣泄内心积压许久的愤怒与不满。接着，她踉跄地来到卫生间，以惯用的手法进行催吐。原来刚才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戴安娜的臆想。当暴食症再度发作时，戴安娜谨慎地来到厨房找些吃的，但最终还是被人发现了。管家告诉戴安娜，他的职责就是在这最后3天里监视戴安娜的每一分每一秒，因为曾经被狗仔队偷拍到了一次。此后仆人便更警惕地看守，管家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他拉紧窗帘，免得又被人拍到他更衣的画面。 You really watch? I watch to make sure that others do not see. The lenses are more like microscopes, actually. And I'm the insect in the dish. You see, they're pulling my wings and my legs off. One by one, making notes on how I react. 到最后，他们甚至将窗帘缝了起来，彻底断绝了戴安娜与外界那仅存的一丝微弱联系。这个人人仰慕的王室庄园对戴安娜来说无异于一个囚笼，她唯一能获得片刻喘息的机会便是悄悄打开窗帘，透过那窄窄的缝隙看一眼外面自由的世界，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第二天，王室们给她换了新的服装师，他们会将所有与戴安娜产生情感的人支走。其实查尔斯清楚妻子有严重的暴食症，但他却从未给予关心，扑面而来的只有指责。 Chickens laid the eggs, fishermen caught the fish. They all made such an effort to bring you breakfast. Please, do them the courtesy of not regurgitating it all into a lavatory bowl before the church bells even ring. 圣诞节当天，戴安娜强硬地将服装师赶走，在一群素色服饰的王室中，那一抹鲜艳的红格外耀眼。她就这样出现在了全国观众的面前。她在当地受民众的热烈欢迎，风头甚至盖过了查尔斯。 Look, she's wearing the wrong one. She's wearing Boxing Day lunch when she should be wearing Christmas Day church. I mean, do you think I should tell someone? I think it's me making mistakes. Don't worry. No, it's not you who's making mistakes. 戴安娜与查尔斯之间的关系此刻已如寒冬里破裂的湖面，破碎不堪且冰冷刺骨。查尔斯毫不掩饰自己对戴安娜的不满，觉得她不够温顺，不够听话，甚至对她实施冷暴力，刻意疏远她。更让戴安娜心如刀绞的是，查尔斯早已背叛了他们的婚姻，在外面有了情妇，甚至还荒唐地给情妇买了一条与她佩戴的一模一样的珍珠项链。王室需要的只是一个被民众热烈追捧、提升王室形象的花瓶，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独立思想和丰富情感的真实女性。在这无尽的压抑与绝望中，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戴安娜偶然发现了一本书，名为《安妮伯格殉难者的生与死》。她轻轻翻开书页，书中的故事如同一记记重锤，狠狠地敲击着她的内心。安妮·柏林，这位曾经嫁给英格兰国王的女子，最终却被国王以通奸的莫须有罪名砍下了头颅。而背后的真相是，国王早已移情别恋，爱上了别的女人。为了给新欢腾位置，便不择手段地将安妮·柏林置于死地。戴安娜翻看着书中的文字，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倒影，泪水不自觉地模糊了双眼。她愈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王室中的悲惨处境，就如同安妮·柏林一般，被困在这看似华丽实则残酷的牢笼里，无力挣脱。从那以后，戴安娜的精神世界仿佛被打开了一道秘密的门。她常常会看到一个虚幻的身影，那是她想象中的安妮·柏林。这个安妮·柏林就像她内心深处另一个勇敢的自己，鼓励她勇敢地逃出王室的禁锢，去追寻她遥不可及却又无比渴望的自由。在安妮·柏林的不断影响下，戴安娜内心沉睡已久的自我意识开始慢慢苏醒，不再逆来顺受，她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对这压抑的一切发起反抗。Tell them I'm not well. Tell them I'm not at all well. 戴安娜穿着一身洁白无瑕的礼裙，来到一处废弃的宅地。戴安娜童年时期的回忆都在这里记载着。从前那个勇敢坚毅，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会向前奔跑的女孩在脑中浮现。这一刻，安妮·柏林再次出现，给予了戴安娜
勇气的力量。戴安娜的反抗之火越烧越旺，她毅然扯下了那条束缚她自由，让她逐渐迷失自我的项链。珍珠敲打地面的声音也真正唤醒了戴安娜被淤泥吞噬的本我。这一刻，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圣诞节结束后，也到了戴安娜彻底离开这座人间炼狱的时候。可车子开到半程，她却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作为母亲，她没有办法就这样一走了之。她要带着2个心爱的儿子逃离这个让她痛苦不堪的地方，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于是戴安娜不顾被猎枪击中的风险，张开双臂走进猎场中央。Boys, I want to take you home. 看到戴安娜的行为，女王满脸凝重，但碍于面子，她并没有多说什么。I'm not moving from this spot until they come to me. 就这样，众人眼睁睁地看着戴安娜与2位王子的身影渐行渐远。她驾驶着汽车风驰电掣般的离开了庄园。他们一路高歌，窗外的风景如同幻影般飞驰掠过。戴安娜眼中充满了决绝与期待。不知开了多久，戴安娜来到了一家肯德基店门前。那充满人间烟火的氛围让她感到既陌生又亲切。她看着菜单，点了许多高热量的食物，这些对于长期生活在王室严格饮食规范下的她来说，充满了致命的诱惑与新奇的魅力。当售货员微笑着问她名字时，她微微一愣，短暂的犹豫后，脸上绽放出了一抹如释重负的微笑，轻声回答道：斯宾塞。这一刻，她不再是那个被王室规矩紧紧束缚着的戴安娜王妃，而是回归了最本真的自己，戴安娜·弗兰西斯·斯宾塞。她终于摆脱了所有枷锁，获得了自由。斯宾塞让我目睹的不是一个王妃的崩溃，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如何在规训与异化中，用几乎自毁的方式捍卫灵魂的完整。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女性在黑暗中破茧而出，重获新生的过程，也让我们在反思自身生活的同时，摄取到了追求自由与自我的勇气和力量。谢谢你又陪我看完一部好电影，我们下期再见。